索性姑娘，您这腿可比不了您的嘴，再使劲儿它就断了。我劝您一句，您还是招了吧。啊！皇贵妃什么都没做，我无话可说。物证都在这儿了，你还不招？啊？物证，既然有了物证，你们还要我招什么？分明是证据不足，你们想屈打成招，还嘴硬是吧？接着讲。你们都下去吧。是。臣妾给皇上请安。起来吧，坐。李煜啊，把东西放这儿，你也下去。这。如意啊，你在这白玉双方糕上写下这个寿字，是刻意模仿朕的字迹，意在提醒朕，有人蓄意模仿你的字迹，要诬陷你。是。朕已经派人去查了。多谢皇上。皇上，这是什么？这段日子，这些东西，朕连看都不想看。于是叫李煜把它封存起来，锁在养心殿。但刚才在崇华宫，你让人为朕送上了白玉双方糕，朕知道你有话要说。你放心，这一样样东西，朕都会查清楚的。皇上，这洒金红梅签确实是供翊坤宫所用，但旁人并非不可得。若臣妾真的和大师有私通之情，为什么要将索性的名字写入信中？若以后有不妥，岂不是自落把柄？至于这串七宝手串，臣妾确实并未见过，却不知为何成了臣妾和大师的定情之物。朕已经派人查问了大师当晚的行踪。大师说，当时他独居一室，并未离开，但是无人可以证实。倒是有些宫人所言，说你与大师私下交谈，举止比一般的嫔妃更为亲密。皇上，臣妾主理六宫，和大师交谈，为的都是祈福祝祷之事，并无儿女私情。大师牵扯其中，只因有人说翊坤宫的刺客穿着和大师相仿的白袍，仅凭这一点就污蔑大师，实在是捕风捉影啊！如意啊，捕风捉影也是个阴影啊。既然他无法自证，那就只能朕查了。若是他无罪的话，那便罢了；若是有罪，必当严惩，以正清规。那索性呢？若皇上真的证得臣妾和大师并无私通之情，索性岂不可怜？你放心，索性不会有事的。朕对他用刑，是要向后宫所有人证明你是清白的。为何要对索性用刑才能证明臣妾的清白？如意，朕看重你，与你的情分不同，但是所谓的清白，不是用朕一个人的情分来断定的。朕对他用刑，是要所有人都相信你是清白的，你并未做出那样的事情。索性伺候你多年，朕知道你们主仆情深。若是朕对他用了严刑，他还是证明你是无辜的，那么所有人都会相信你是清白的。皇上要用对索性用严刑来证明臣妾的清白，臣妾不愿意。如意，你的清白要紧，朕的声誉就不要紧吗？放了索性当然容易，可是这漫天的流言蜚语会像脏水一样泼向你和大师啊！再说了，朕的颜面已经被流言损伤，你还要朕陷在这一团污秽里吗？
说来说去，皇上还是最在意自己的生命。朕怎么就为了自己的生命了？如意啊，你我情同一体，你的生命就是朕的生命。再说了，朕不就是为了你要去除你身上的污点，维护咱们共同的声誉吗？罢了，今儿个是朕的万寿节，不想提不开心的事情。李煜，皇上，把东西收走，回养心殿。皇上，这串手串有问题。什么问题？七宝中的七宝有金、银、蜜蜡、珊瑚、砗磲、珍珠和玛瑙，而这串手串用的是红玉髓，而不是玛瑙。虽然这二者颜色相近，质地也相差无几，但修行之人绝不会弄错，所以这手串绝不可能是大师者。皇上，这串手串并非大师修行所用之七宝，所以说大师与皇贵妃私相授受，绝对是旁人污蔑。至于这个旁人嘛，这宫中的嫔妃都出自于满蒙汉，绝不会弄错这个。能弄错的，一定是不懂修行的外来女子。是了，若是修行之人，怎敢污蔑大师，妄造口孽？也唯有不遵教法之人，才敢拿这个胡作非为。李煜，你明日去启祥宫，命所有人用左右手写下七宝的名称，若有自己和皇贵妃相同，立刻带来见朕。这，还有，内务府有一对红玉髓步摇，你拿给嘉贵妃。奴才记下了。那索性呢？你放心，若事情查清楚了，朕自会放他出来。皇上还未全然相信臣妾是清白的。如意啊，清者自清，若事情确凿了，朕自当还你个清白，你切勿着急。臣妾谢皇上。嗯。你看准了，皇上真的去了翊坤宫。是，泽之看准了才来报的。李公公和林大人都是跟着的。看来，这事儿是成了。您忙回来忙回去，不就是为了皇贵妃吗？奴婢就是不明白，怎么您就知道寿桃是空的，从里头找出七宝手串呢？你看看那字条上面的字，琴笛谐相奏。从前在前底学琴的时候，姐姐曾经说过，这琴音之美不在于弦，而在于目；目鸣之妙不在于实，而在于空。且笛也是中空的乐器，所以我便大胆地猜测，这寿桃有可能是中空的，否则也必有古怪。不过，就算从寿桃里找到了手串，那您又是怎么知道皇贵妃的意思是让咱们用找到的手串去换嘉贵妃给皇上的那串呢？这寿桃当中的七宝手串，用的是红玉髓，而不是修行人该用的玛瑙。我便想，姐姐为何给我一个错的手串？姐姐就是要我偷天换日。偷天换日？你看字条下的两个字，这一个是春，一个是奏。从前我跟姐姐猜过字谜，以这个春跟奏来做谜面的话，一个字底下是日，一个字是天，谜底就是偷天换日。不过我也只能猜测姐姐的心意而已。这能换手串的唯有李煜，其他的就只能靠姐姐自己为自己洗脱冤屈了。奴才请嘉贵妃娘娘安，给庆贵人梅嫔请安。李公公有礼了。皇上新得一对步摇，特意给嘉贵妃娘娘送来。谢皇上隆恩。皇上有什么好东西，也只疼嘉贵妃娘娘。
今天也让我们好好开开眼。